各位，前两天中国发生了一件事儿，让很多的网友呢看的是又气又懵啊。这个什麼事兒呢？就是說有一個電影啊，不是有一個那個電視劇啊，叫《竹玉》的。這裡邊呢有一個將軍，這個將軍呢，這個陰柔的不像個男人。在中國有一種電視劇叫做古偶劇，咱也不知道是古代偶像劇的意思吧，是吧？這裡邊的將軍都這德行的。這個鏡頭應該是古偶劇裡最自戀的鏡頭，可以載入影視史冊了。比女人還柔美的粉底液將軍騎在馬上晃晃悠悠的，時不時就搖頭晃腦，眼神飄來飄去，全是刻意擺出來的樣子，神情特別浮誇，仿佛在對着鏡頭說：怎麼樣，我是不是特帥？是不是帥慘了？是不是把你帥暈了？這個演員就差把我超帥3個字寫在臉上了。那種藏不住的自戀，隔着屏幕都能聞到濃濃的油膩感。好好一場莊嚴的凱旋儀式，硬生生被他演成了個人顏值秀場、保家衛國的將軍形象，全毀在了這種油膩耍帥裡。真不知道這個鏡頭會給攝影師造成多大的傷害，不得不感慨。於是中國解放軍的官號軍政平就下場批評了這種現象。可是呢，這個明星的這些飯圈的粉絲們，這些粉絲們也不知道是這個文化太低呀，還是這個認知能力太差呀，他們去圍攻解放軍的官號去了。你軍政平，你算個什麼東西？你憑什麼批評我們的偶像啊？好家伙，深夜就遭到了大批粉絲有組織的圍攻，一時間什麼審美自由上綱上線、取證起訴等話術刷屏啊，然後評論區被衝的是一塌糊塗。等不少人反應過來這是軍方的媒體以後，又集體的秒刪評論、改名消號、撤退的異常整齊。但凡有點判斷能力的人都看出來，這絕對不是一群散粉一時衝動，而是有組織、有節奏、有指揮、有預案的飯圈作戰啊！很多人呢，這個不混飯圈，看不懂裡面的門道，只覺得現在的小孩太瘋狂啊！但是呢，你仔細看看啊，這個就令人細思極恐了。進攻的時間高度集中。中國軍號發布相關的內容以後，並沒有立即炸鍋，而是在3月27號深夜11點到28號凌晨2點出現了大規模的集中評論，節奏卡得非常的準確，等夜深人靜、監管比較放鬆的時段集中發力，話術高度統一啊，翻幾十頁都是同樣的幾句話：不要干涉審美，演員只是演戲，不必較真，支持工作室取證起訴，官媒別插手娛樂圈，沒有個人情緒表達，全是複製粘貼的模板。這是水軍的專用的話術，行動高度的協同啊，撤退高度有序。當有人不斷提醒這是軍媒不能衝之後，短短時間內大量的負面評論消失，不少賬號改名刪主頁，甚至直接消號。從進攻到撤退都有統一的指揮啊，絕非臨時起意啊。這就引起了中國官方的極度的警惕了，朋友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中國的官媒也紛紛下場批評。近日，浙江宣傳發文犀利點評當下熱播劇《竹玉》中的粉底液將軍現象。文章指出，劇中角色武安侯本該是沙場猛將，卻面容俊秀，妝容精緻，被網友戲稱為6點打仗4點起來化妝的粉底液將軍。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何潤東飾演的項羽，勇猛霸氣，兇悍粗礪，
讓人一眼便信這像是個打仗的。文章認為，粉底液將軍的群嘲表面是對扮相的吐槽，實則是對內容的不滿。觀眾並非排斥精緻，而是反感不分角色、不顧邏輯的模板化塑造。武將本該是歷經沙場、風骨凛然的精神圖騰，如今卻成了磨皮濾鏡、粉底厚塗的偶像摆件。有網友一針見血，人家上戰場是去打仗，他們上戰场只為了談戀愛。有人辯解，古偶劇又不是歷史劇，何必較真？浙江宣傳文章指出，問題恰恰在於，當創作以顏值為導向，人物的精神力量、品格乃至故事厚度都可能被邊緣化。關羽的忠義、岳飛的赤誠、項羽的悲壯，這些承載着英雄氣概與情感重量的人物類型，正在被膚白貌美的单一審美消解。將軍可以長得帥，但不能讓帥消解了角色的可信度。更深的隱憂在於，當國產劇走出國門，那些一眼假的古代形象可能讓海外觀眾對中華文化產生誤讀。影視作品不僅是娛樂，也是文化傳播的載體。浙江宣傳文章最後強調，觀眾的較真本質上是愛之深，責之切。大家對優質內容滿懷熱忱，才會對懸浮空洞的創作提出批評。流量至上的短視思維終將消耗觀眾信任。唯有尊重邏輯，打磨功底，潛心創作，才能讓國產劇湧現出更多既有顏值更有風骨的經典之作。你們的武漢侯呢？再不出來，我便将你們杀個片甲不留。你可知我為何來這麼晚？我管你的，我只知道你再不來，你的軍隊將不復存在。6點打仗，我4點就起來化妝了。吾之美，天下無雙。受不了了，給我殺！你敗了。誰說的？粉絲團何在？粉絲團在此，武安侯最帥。這是什麼招數？你感覺到了嗎？這就是信仰的力量。卸妝水，給我上！我的妝全花了，這仗沒法打了，我要回家。報！前方撤來報，匈奴大軍已經到3公里之外了。這麼大聲，嚇尿我了！報！匈奴大軍已經到3公里之外了。我的女人呢？你的女人？何來的女人？馬上安排一個美女，讓她帶10個騎兵偷襲匈奴10萬大軍。這是為何？美女為了證明自己牛而逼之，偷襲敵軍被困。本將軍在上演一場英雄救美的戲碼，軍功建立了，美女有了，豈不美哉？偶像劇都是這麼拍的。我對將軍的敬仰猶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黃河泛濫，一發不可收拾啊！你這個老小子懂事兒，快去安排吧，一切依計行事。熱鬧，殺豬婆被按在雪地上揉搓，只要注意收手。中国的网友太有才了，这首歌简直是这些粉底液将軍的安魂曲啊！其實呢，這個娘炮話是對中華民族去雄化的一項驚天的大陰謀。已經有睿智的網友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中國政府現在也應該是醒悟了吧。我敢說，粉底液將軍被群嘲是東亞去雄計劃的整體潰敗。從開着飛機撞航母的瘋狂賭徒，到離了粉底液就沒辦法出門的精緻歐巴，從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西楚霸王，到現在連盔甲都撐不起來的卡粉大將軍，這種從硬核武士到嬌柔花美男的巨大反差，背後藏着的根本不是什麼審美自然演化，而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去雄計劃。好美，好美！這個真的好美！好漂亮！我神顏我。昨天我聊到粉底液將軍的話題呢，沒想到很快就上了熱門，評論區裡全是共鳴，沒幾個人護着那種病態審美。這其實呢就很能說明問題了，大家不是沒事找事兒，是真的看夠了，也忍夠了。資本為了賺快錢割韭菜，把歷史的厚重、常識的底線、英雄的風骨全扔在了一邊，一門心思的迎合那種畸形審美，這才是最該警惕的去雄化陷阱。為啥這麼說呢？打開電視刷短視頻，滿屏都是同款的精緻男孩，皮膚白到發光，身材受到單薄，妝容呢比女生還要精細，毛孔比女生還要細膩。不會擰瓶蓋沒有關係啊，高光必須打得亮，
不會修燈泡也沒有關係，修容必須會呀，不懂擔當也無所謂，耍帥賣萌必須到位呀。一開始大家覺得新鮮，喊着審美多元，只要是長得好看就能被粉絲捧上天，慢慢的竟然變成了默認標準，男人如果不這樣就是土，不高級，就跟不上潮流。可是大家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哈，這種審美真的只是自然演化出來的嗎？絕對不是，看看日韓走過的路，你就會後背發涼。1995年可以說是日本審美的轉折點了，當時正紅的木村拓哉在次年拍了一支口紅廣告，直接賣爆，2個月呢狂銷300萬支。從那天起，日本男人的帥徹底變了味兒，不再是堅韌血性擔當，而是柔弱精緻醫學感。你想一想哈，一個國家的男人天天研究粉底色號，哪個口紅顯白，你還能指望他們在關鍵時刻站出來扛事兒嗎？這就是典型的溫水煮青蛙，在變美的幻覺裡慢慢的丟掉血性和骨氣。日本成功了之後呢，美國立刻就把这套模板搬到了韓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机，韓國就把文娛當成了救命稻草，直接照搬流水線造型。他們培養出来的男团的清一色的什麼煙燻妝、錐子臉，說話柔聲細語，舞姿比女人還要妖嬈。卸了妝站在一起呢，臉盲症都要犯了，反正我是分不清誰是誰。要知道日本曾經是崇尚武士道，講的是隱忍血性，寧死不屈。韓國戰後重建靠的是一股狠勁兒和實幹精神。那時候的男人硬朗粗糙，能扛事兒，是家庭和社會的頂梁柱。可是後來呢，娛樂圈掌控審美，媒體瘋狂洗腦，把瘦白幼柔捧成了唯一標準，硬朗實幹有力量反倒成了過時。很快這股風呢，前幾年也刮到了咱們這邊，於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出現了。選秀節目裡大男孩們哭哭啼啼，化着濃妝，連瓶蓋都擰不開，粉絲呢還在喊哎呀好可愛呀。影視劇裡呢，男性角色越來越柔媚，最好呢再帶一點脆弱感，越像人畜无害的小动物，越有流量越吃香。其實說白了，那種精緻脆弱的男性形象本質上就是一種情緒消費品，跟前幾年流行的口紅效應是一模一樣的。經濟壓力大的時候呢，人們就願意買一些精緻但是沒有什麼實際用處的東西來安慰自己，打發時間。一支口紅是這樣的，一個精緻男偶像也是這樣的，好看便宜，能夠提供情緒價值，但是沒什麼實際意義，因為那是一種被凝視的對象，只要好看就夠了。說白了，大家追的只是一種無害的情緒安撫器。很多人就把這件事簡單歸結為資本逐利，這話沒有錯，但是呢也不完全對。更深的一層是消費邏輯改變了審美邏輯。你想一想哈，一個踏實幹活有血性能扛事的男人，一年買幾件衣服，頂多呢再換2雙鞋，或者說是偶爾釣個魚，跟朋友吃頓飯，消費就結束了。但是一個精緻男孩呢，護膚、水乳、精華、防曬、粉底、遮瑕、修容、髮型、醫美等等等等，一整條產業鏈哪一個都不能少。誰更值錢呢？誰更容易被打造呢？答案太明顯了吧。於是呢，能不能扛事兒，有沒有血性，慢慢的就不重要了，陽剛堅毅也不重要了，好不好看成了第一指標，精緻成了衡量男人的標準。再往後一步呢，好看甚至開始反過來定義成功。也就是說，這種審美呢，甚至開始反過來影響價值觀了。當年輕人覺得精緻才是成功的標誌，覺得吃苦流汗承擔責任是土是笨是不高級，那麼問題就大了。一個社會如果越來越不尊重那些願意承擔責任、堅毅陽剛的人，那誰還願意去扛事兒、去付出呢？這才是去雄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外表變柔了，而是骨子裡的擔當給丟了。好在呢，我們已經開始慢慢轉變了。粉底液將軍被全網群嘲，就是最好的證明。官媒點名，網友吐槽，這絕對不是小題大做，是大家終於看清，我們反感的從來不是帥哥，而是沒有靈魂的精緻，不是柔美，而是刻意消解陽剛的病態。但是這件事也讓我們重新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到底該崇拜什麼樣的男性？答案已經藏在大眾的態度裡了。這2年呢，審美正在悄悄回調，而且特別明顯。以前追白瘦柔，現在呢欣賞的是那種力量感。以前喜歡被保護的小奶狗，現在更愛有陽剛之氣的正常審美。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轉變，因為它意味着審美呢不再停留在表面，而是開始回到人的本質。大家終於明白，好看它只是一個加分項，靠譜才是必選項。再看粉底液將軍，大家笑的真的是那層粉底嗎？絕對不是呀，我們笑的是用外表掩蓋空洞，用精緻替代責任的虛偽。觀眾從來不苛刻，觀眾只是越來越清醒了。
光好看不夠用了。钱学森院士曾經說，想要瓦解一個民族呢，只要抽掉男人的脊梁和血性。所謂去雄化，從來不是外表的改變，而是責任與擔當的缺失。那些只追求精致、逃避責任的空心人，再好看也撐不起任何東西。有人就會問，那是不是以後都是硬漢當道呢？也不是哈，世界從來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溫柔、細膩、精致這些氣質當然可以存在，而且呢也很重要。但是問題在於，不能讓一種审美擠掉另一種更基本的能力。就像你可以喜歡甜點，但是不能夠只吃甜点，不然呢身体就会出問题。文化也是一樣的。最後我想說的是，一個社會的主流審美最終會回到有擔当、能解決問題的人。一個焦慮逃避的時代會迷戀脆弱和精致，一個清醒向上的時代一定會重新崇拜責任與力量。粉底液将军的群嘲就是東亞去雄化計劃的潰敗，更是我們審美覺醒、血性回歸的開始。好了，是吧？希望你今天也很可爱。很高興看到中国的文化管理部门意識到了这种去雄化对中華民族尚武精神的巨大的這種損害。於是這個粉底液將軍以後在熒屏上將可能是絕跡了吧。4月2號的時候，電視劇司召開了電視劇健康審美座談會。這些平台全都被召集過去開會了。會議說這個電視劇不應該片面追求顏值至上的不良的創作傾向。有的劇集出現演員妝容過度與故事場景脫節等問題，希望各個平台以後要對此予以警惕。官方部門只要是這麼一開會這種粉底液將軍的電視劇以後可能各個平台都不敢播了，這是大好事，這個要非常的稱讚有關部門的這個決定吧。雖然這個決定來得晚了一些，娘炮話這在中國都流行了多少年了，各位。而且我剛剛看到消息說這個中國的平台比如說抖音平台，那些飯圈的那些水軍去衝擊中國軍號的那些人，雖然是刪號跑路了，但是呢已經被公告了，說已經取證固定了衝擊中國軍號的那些人分別要予以什麼封號這個處罰呀，如果這其中有不法行為呢這個還公安轉到公安機關予以調查認定嘛。這個非常的及時。謝謝，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